秦始皇嬴政横扫六国，一统天下，这是家喻户晓的史实。然而，他的一生中究竟在与谁作战？答案似乎并不简单。30年前，一位民间学者李博士开始着手解开埋藏在史料和考古发现中的秘密。他耗费30年，层层推理，抽丝剥茧，从零散的线索和千年遗物中拼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秦始皇一生中最激烈的战争，并非在沙场上对阵六国诸侯，而是在宫廷内与他最亲近的亲人进行着殊死较量。李博士的研究主轴围绕嬴政的身世和家族权力结构展开。他从嬴政的童年遭遇入手，结合历史上的4大悬案，一点点重构出始皇帝一生中那场与家族对抗的隐秘战争。这4大历史谜团分别是：嬴政的生父之争，秦始皇的父亲到底是谁？流传千年的传言为何引发无尽争议？成角之乱的真相，秦始皇与异母弟成角曾有怎样的地位之争？而权燕嫪毐的政变又与此有何纠葛？昌平君的双重身份，嬴政的表舅昌平君为何是史书中存在感极低的秦国丞相？他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身份秘密？皇后失踪之谜，史记中对秦始皇后宫只字未提。始皇帝的皇后是谁？为何扶苏公子胡亥的生母无人知晓？李博士以侦探般的洞察，将这些谜题串联成一个波澜起伏的故事。从嬴政年幼为质，寄人篱下的屈辱，到即位称王后骨肉细强的内斗，再到平定六国过程中至亲的反目和消失，他综合历史记载与考古新证，抽丝剥茧，层层反转，在轻松叙事中揭开了秦始皇的真面目。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走进这段结合历史与考古悬疑的解读之旅。公元前259年，嬴政出生在赵国都城邯郸。当时的嬴政并非高高在上的王子，而是作为人质寄居在敌国一隅。他的父亲嬴异人及后来的秦庄襄王早年被送到赵国，政治命运如浮萍般飘摇，而嬴政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了童年。他的童年伴随着屈辱和危险，也为他日后的性格埋下阴影。传说，在他尚在襁褓之时，就曾面临杀身危机。秦赵长平之战后，秦军坑杀了赵国40万降卒，邯郸城内群情激愤。作为报复，赵人一度想将年幼的质子嬴政处死。危急关头，是他的母亲赵姬抱着他东躲西藏，才勉强逃过一劫。这段经历虽未有正式史料记载，却广为流传，仿佛一则暗示，嬴政自降生起就被卷入秦赵两国血仇的漩涡，在敌国刀锋下挣扎求生的滋味，可想而知，在他幼小心灵中刻下了多深的烙印。更让人迷惑的是，嬴政的身世还笼罩着一层疑云。多年以后，《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记载了一则流言，有人说嬴政其实并非嬴异人亲生，而是吕不韦与赵姬私通所生。此言一出，举世哗然。按照这种说法，嬴政的生父不是王族，而是相国吕不韦，那个将他父亲送入赵国，又扶他登上王位的大商人吕不韦。传言的根据在于时间上的巧合。据说吕不韦将怀有身孕的赵姬献给异人，不久嬴政便出生，于是流言四起。这究竟是千古隐情，还是恶意中伤？李博士在旧史堆中反复琢磨这桩公案，他发现这则私生子传闻更可能是一场政治阴谋。谁最希望嬴政名不正言不顺？无疑是那些对他继承王位心怀不满的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在秦国朝堂内部有势力刻意散播这一谣言，目的正是为了动摇嬴政的合法性。年轻的嬴政或许并不知道谣言从何而起，但他一定敏锐地察觉到来自各方的敌意。他不仅在赵国受人白眼，在自己的祖国秦国，似乎也有人在暗中质疑他的血统。当年的质子生活教他谨慎多疑，而生父谜团则在他心中埋下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不敢轻信任何人，包括朝夕相处的至亲。公元前251年的冬天，秦昭襄王驾崩，秦国政局突变，身在赵国为质的嬴异人子楚被匆忙接回秦国，即位成为秦王。母凭子贵，赵姬携年仅8岁的嬴政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秦国咸阳。然而
归国的喜悦未持续多久，悲剧便接踵而至。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驾崩，嬴政年仅13岁便承袭王位，成为秦王。少年君主登基，实权却落在相国吕不韦和太后赵姬手中。嬴政表面上贵为人主，实则处在吕不韦等权臣的环伺之中。这位名义上的重父是否真有篡位之心，不得而知。但吕不韦专权跋扈，朝野皆知。更令嬴政尴尬的是，有关他身世的流言蜚语仍在暗地里流传，甚至传到了他同父异母的弟弟耳中。秦庄襄王在世时，曾立嫡长子嬴政为太子，但王宫中还有一位弟弟成角。嬴成角是嬴政仅存于史册的亲兄弟。成角比嬴政年幼几岁，由于母亲是出身韩国王族的韩夫人，他自小在咸阳长大，不曾经历邯郸为质的苦日子，也未必对这个从赵国归来的兄长心服口服。成角之母韩夫人，据考证乃秦国宗室夏太后为儿子，秦庄襄王精心挑选的嫔妃，背后牵连着韩国的外戚势力。可以说，成角从一出生就代表着秦宫中的韩系外戚集团。如果不是秦庄襄王力排众议，接赵姬母子回国，立嬴政为太子，那么依宗法礼序，王位理应由成角继承。这份被剥夺的荣耀，使成角和他身后的韩系外戚对嬴政母子一直心怀怨愤。起初，嬴政对这位异母弟弟并未起疑。公元前240年代末，当嬴政年纪渐长，开始亲政，反而有意重用成角，希望兄弟同心治理国家。据史料记载，年仅15岁的成角曾奉命出使韩国，不费一兵一卒为秦国争取到百里领土，因功受封为长安君。嬴政看在眼里，对弟弟的才能颇为欣赏。当时的秦王政或许想效法祖先秦惠文王与弟弟出里疾合作的佳话。历史上的出里疾是秦惠文王同父异母的兄弟，被称为智囊，对秦国立下汗马功劳。怀抱着对手足情谊的美好期待，嬴政在公元前239年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让弟弟成角领兵出征，再立功勋。这一年，秦国准备再度兴兵攻打赵国，以报多年前邯郸被辱之仇。年仅20岁的秦王嬴政拍板，由长安君成角挂帅，率军出征。谁知这道圣旨却为他招来了始料未及的背叛。在即将与赵国交战之际，成角没有遵从作战计划东进邯郸，反而在前线举兵造反。他趁秦军集结之机，突然命部队调转矛头，占据上党郡的屯留县，自立为王，公开与咸阳朝廷对抗。这无疑是晴天霹雳，亲弟弟造反了。嬴政震惊之余，更多的是痛心。曾几何时，他以为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不料迎来的却是手足相残的惨剧。成角的叛乱使秦国边地燃起内战之火，受秦国新晋占领，而对秦心存怨恨的上党郡军民见机而动，纷纷响应成角，希望摆脱秦国统治，投向韩国或赵国的怀抱。一时间，反叛军连克成邑，上党局势岌岌可危，大有进军关中，威胁咸阳之势。面对这场内忧，年轻的秦王政进退维谷。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评判成角的人并不是秦王本人，而是另有其人。根据李博士考证，这场成角之乱从发生到平定，其背后水相当深，始作俑者正是嬴政的生母赵太后一派。原来，秦国宫廷中此时盘踞着3个彼此牵制的外戚集团，其一是以赵太后、嬴政生母和吕不韦为代表的赵系外戚，其二是以夏太后、嬴政祖母和韩夫人、成角为代表的韩系外戚，其三则是以华阳太后、嬴政的曾祖母或祖母出身楚国为首的楚系外戚。赵姬与韩夫人明争暗斗已久，为了打击韩系外戚势力，彻底扳倒成角，赵太后一派选择了借刀杀人。他们放任并促成成角起兵叛乱，再假他人之手将其诛除。赵太后选择的刀就是他身边的宠臣嫪毐。嫪毐原本只是个依附吕不韦的小人物，却因善于逢迎，被赵太后引为心腹。成角叛乱后，嫪毐奉太后密令，率禁军平定了这次内乱，斩杀叛军将校，成功平息成角之乱。秦王政年纪尚轻，
在这场风波中几乎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嫪毐因秦王有功，被封为长信侯，地位骤然提升。程角一党以及他背后的韩系外戚势力至此土崩瓦解，销声匿迹。可是这场由亲情反目引发的兵变，在嬴政心中划下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他痛定思痛，开始意识到就连手足至亲也可能成为威胁自己王位的敌人。从此嬴政对所谓骨肉亲情多了一分警惕和凉薄。程角叛乱的硝烟刚散去不久，咸阳城内又一场更大的风暴开始酝酿。这一次矛头直指秦王嬴政本人，而参与者中竟有他的生身母亲赵太后。功成名就的长信侯嫪毐自平乱后深得太后宠信，日渐骄横。他本是吕不韦为取悦太后而献上的假宦官，实则与赵太后私通，甚至育有2个私生子。如今封侯拜将，手握重兵的嫪毐野心急剧膨胀。在赵太后的授意下，他开始暗中策划一场颠覆嬴政政权的宫廷政变。为什么赵太后要谋反自己的亲生儿子？单凭对嫪毐的情爱显然不足以解释。李博士的考证给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动机：赵太后此举意在清除异己，独掌大权。她瞅准的目标正是宫中楚系外戚集团的首领，年迈的华阳太后。华阳太后是先王嬴异人的嫡母，出身楚国王族，多年来在后宫和朝堂中拥有崇高威望。赵姬母子虽执掌实权，但华阳太后的存在始终是他们的心腹之患。于是赵太后决定兵行险招，以嫪毐为棋子发动政变，一举铲除华阳太后及其楚系势力，在秦国宫廷中实现一家独大。公元前238年，机会终于来了。这年，年满22岁的嬴政举行加冠礼，象征开始亲政。然而就在加冠仪式前后，嫪毐谋反的计划败露。史书载，嫪毐乘太后玺印，假传王命，调动屯卫军和雍城戍兵，妄图发动政变。在千钧一发之际，嬴政表现出了惊人的胆识和雷霆手腕。他一面严令忠于王室的将士死守咸阳宫，一面急召相国昌平君和昌文君率军镇压叛乱。经过一番血战，嫪毐叛军被歼灭，乱首嫪毐落网。战后的清算无比残酷，嬴政下令将嫪毐施以车裂，五马分尸的极刑示众。嫪毐与赵太后所生的2个年幼私生子也不留情地携入袋中摔死。参与谋逆的宗室、官宦统统处决或流放。秦王对生母的震怒可想而知。赵太后被当即废黜帝太后之号，幽禁于雍城宫，不得干预朝政。昔日母子之间仅存的信任与温情，在这场政变后化为乌有。亲母与养母2代太后反目搏杀的惨剧，震撼了秦国朝野。赵系外戚集团自食恶果，因嫪毐之乱一朝覆灭。华阳太后虽保住性命，但不久也抑郁而终。年轻的秦王嬴政亲手平定了这场叛乱，也完成了他人生第一次真正的政治试炼。从此他开始亲自执掌秦国大权。而在铲除嫪毐的过程中，出力甚多的昌平君被嬴政提升为丞相。这位昌平君何许人也？原来正是华阳太后楚系集团的重要成员。据李博士考证，昌平君本是楚国的公子，与华阳太后有血缘关系，是他娘家族人早年来到秦国为官。嫪毐之乱中，昌平君率兵秦王立下大功，嬴政对他更为倚重。此外，嬴政借机对权臣吕不韦也发难了。嫪毐是吕不韦一手引入宫中的棋子，如今酿此巨祸，嬴政对吕不韦再无丝毫顾忌。他以嫪毐事件为由，罢免了吕不韦相国之职，客气地请这位功高震主的重父返回封地安度晚年。失势的吕不韦最后饮鸩自尽，秦国朝堂从此再无吕氏的身影。经历这一系列腥风血雨，秦王嬴政铲除了横亘在他权力道路上的2大障碍：赵太后及其同党被逐，吕不韦集团覆灭，宗室内讧至此告一段落。可叹这一场场斗争皆发生在至亲骨肉之间，先有弟弟程角叛乱，后有生母赵姬谋反，逼得嬴政不得不手刃手足，囚禁亲母。曾几何时，他或许渴望过和睦的家庭关系，但无情的政治现实一次次将他推向残酷的抉择。至此，嬴政心中对于亲情的依恋
只怕所剩无几了。取而代之的是皇权至上的冷峻信念和对任何潜在威胁的零容忍。嫪毐之乱平定后，秦王政全力开始对外的大规模战争，而在他身边，丞相昌平君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奇怪的是，这位曾帮助秦王平乱的功臣，却在史书上显得极为神秘低调。《史记》对昌平君的记载寥寥，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明确提及，好像这个人突然隐身一般。这引起了李博士的浓厚兴趣。昌平君作为秦相，真的如史书表现的那样没有存在感吗？亦或他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要解开昌平君之谜，得从他的身世说起。根据史料和考古发现的综合研究，李博士揭示出昌平君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秦国的重臣，但另一方面，他更是楚国王族的后裔。昌平君出身楚国贵胄，姓芈名启，是楚考烈王之子。据传其生母正是秦昭襄王的庶出公主，也即嬴政的祖辈分的宗亲。这层关系听来复杂，却耐人寻味。昌平君既流淌着楚国王族的血脉，又同秦国王室有姻亲之谊，堪称两国皇族的双料亲戚。战争年代，这样的身份意味着微妙的政治立场。他既可能是辅佐秦王统一天下的栋梁，也可能是对故国楚心怀忠义的潜伏者。李博士提到，上世纪80年代在天津蓟县一座废旧金属回收站里，有人意外发现了一柄战国青铜戈，戈身铭文赫然刻着17年丞相启造。这启字引起学界极大关注，有人据此推断，丞相启指的正是昌平君芈启。因为嬴政在位17年时，约公元前230年，丞相恰好是昌平君。然而后来出土的里耶秦简记载推翻了这个看法。秦王政25年2月，有一则丞相启调任南郡守的记录，而昌平君早在秦王政24年，公元前223年就已阵亡。由此可知，这位丞相启另有其人，并非昌平君本人。这段小插曲凸显了昌平君身份的扑朔迷离。然而无论如何，他身为楚系外戚集团的代表，这一点毋庸置疑。在嫪毐之乱后，楚系外戚不但没被清除，反而因昌平君的晋升而势力大增。秦王嬴政与昌平君看似君臣相得益彰，实则隐伏着新的矛盾火种。我们将目光转向秦灭六国的宏大战争背景下，嫪毐之乱后的几年内，秦国东出西讨，横扫天下。公元前230年灭韩国，前229年破赵国，前225年降魏国。嬴政的铁蹄几乎所向披靡，只剩南方大国楚还未臣服。这时，昌平君的故国楚国成了秦国一统天下的最后障碍之一。公元前225年，秦军开始大举伐楚。据传，昌平君和名将王翦都曾进谏，认为楚国地广兵强，不可轻敌冒进。然而，急于求成的秦王没有完全听取老成谋国之言，派出大将李信率20万军南下，希望速战速决。谁知楚军在名将项燕率领下突然反击，大败秦军，李信狼狈撤退，秦军连吃败仗，一时间举国震动。这也是秦国对外战争中少见的重大失利。李博士推测，在这场战争筹划和进程中，昌平君可能发挥了微妙作用。也许他有意献策，让秦王低估楚军，以诱使秦军轻敌深入；又或者在后方调度上有所保留，使得前线秦军后继乏援。总之，昌平君没有尽全力促成对楚一战的胜利，相反，他很可能暗暗为楚军的反扑创造了条件。这位身居秦国高位的楚王族后裔，终于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故国立场。果不其然，大败之后的嬴政幡然悔悟，重新启用老将王翦，以压倒性兵力卷土重来。在王翦要求下，秦王甚至不惜一封，给予空前的60万大军用来对付楚国。这时，昌平君意识到自己的机会稍纵即逝，他索性私下伪装，逃离秦国，投入楚国怀抱。楚国残余势力如获至宝，迅速拥立昌平君为楚王，企图死里逃生。然而秦国大军势不可挡。公元前224年至223年，王翦率秦军南征，势如破竹。昌平君以楚王之名号召军民顽强抵抗，但寡不敌众，
最终兵败身亡。楚国至此灭亡。消息传到咸阳，嬴政的内心五味杂陈。辅佐多年的舅舅，按辈分称呼，竟然叛秦归楚，与他兵戎相见。这是继弟弟、母亲之后，又一个至亲背叛了他。而且这一次的背叛，直接导致秦军损兵折将，征服天下的伟业延宕数年。可以想见，昌平君的倒戈给嬴政造成了何等愤怒与打击。他一面痛恨昔日亲信的背叛，一面也更加明白了斩草除根的重要性。只要那些与六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外戚宗亲还在，秦国统一大业就有后患。也许正因为此，嬴政对楚国采取了格外严酷的征服手段，务求将楚国贵族势力连根拔除。王翦灭楚时，对楚国贵族展开了彻底清洗。项燕战死，昌平君被杀，楚王傅除被俘，楚国宗室在战火中灰飞烟灭。据说秦军攻入楚都寿春后，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献祭，将楚王族的尸首作为祭品沉入江中。传闻中的考古发现场景或咸阳祭祀坑里，可能就埋葬着这些殉难者的遗骸。无论这一细节是否确凿，他所传达的血腥真相无疑是嬴政向昔日的亲人们复仇了。用最决绝的方式，昌平君之死标志着秦国宫廷楚系外戚势力的覆灭。然而嬴政的宫廷内战尚未结束，还有最后一个隐秘而致命的对手静静潜伏在他身边，这就是关于始皇后的谜团。细心的人可能早就发现，《史记》等史料对秦始皇的后宫只字未提，没有皇后的名讳，没有妃嫔的传闻，连长子扶苏和幼子胡亥的生母是谁都无从知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作为千古一帝，嬴政竟似乎一生未立过皇后，后宫妃嫔仿佛集体从史书上消失了。这是史官的疏漏，还是有人故意隐瞒？李博士敏锐地意识到，这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段被湮灭的宫闱秘史。回顾秦国历史，历代秦王登基不久，皆会册立王后，以稳固朝局，但唯独秦始皇例外。这其中或许另有隐情。李博士大胆推断，嬴政其实曾立过一位皇后，只是后来发生的变故令这位皇后从正史中被抹去了。他的推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对史料细节的爬梳和各方证据的对比重构。首先，华阳太后，那位出身楚国的太后，在秦始皇亲政初期仍然健在，享有崇高地位。按照常理，这位太后很可能会为年轻的嬴政物色一位出身高贵且对秦有利的王后人选，而对他来说，最理想的人选莫过于来自他故乡楚国的女子，这样既能巩固秦楚联盟，又能壮大楚系外戚在秦廷的影响力。李博士据此推测，秦始皇的皇后极有可能出自楚国皇族，是由华阳太后撮合的一桩秦楚联姻。想象公元前22年代的某个时刻，也许楚国一位公主远嫁咸阳，成为嬴政的正宫皇后。这位楚国公主姿色才情出众，又有强大的娘家背景，一度在秦宫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她可能为嬴政诞下了长子扶苏，母凭子贵，备受尊崇。如果故事到此为止，她将是秦帝国的母仪天下。然而，随着昌平君叛乱，楚国灭亡，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楚系外戚集团从顶峰骤然坠入深渊，而这位楚人皇后顿时成了一个极其尴尬的人物。她是嬴政名义上的结发妻子，却流着被征服之国的血。有理由相信，始皇帝对这位皇后由宠爱转为忌惮。在铲除了外戚势力的关键时刻，他绝不会允许一个楚国公主继续坐在自己身边分享皇权。史书没有明言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但我们可以根据种种迹象抽丝剥茧。或许在楚灭亡后不久，嬴政以某种理由废除了这位楚国皇后，甚至将其秘密处决，以绝后患。《史记》等正史对此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原因可能正是嬴政本人下令封存了有关皇后的所有记录。这也解释了为何史籍中既无始皇后其人，亦不载嫔妃资料。史官司马迁在编撰秦始皇本纪时，面对的是一段被人为抹去的宫廷档案，根本无从着笔。如果这一推测属实，那么长子扶苏的出身也浮出水面，他便是那位楚人皇后所生。扶苏作为始皇帝的长子，本应深受器重，
但他的人生命运却充满戏剧性。史载，始皇晚年对扶苏态度冷淡，将其外派边疆监军，不使参与朝政。有观点认为，这是因为扶苏屡次进谏忤逆皇帝旨意，但李博士提出另一种视角，嬴政对扶苏冷淡未必全因政见不合，更可能是由于对扶苏出身心存戒备。扶苏身上流淌的一半楚国血脉，始终提醒着嬴政，这位儿子和已被铲除的楚西外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许在嬴政心中，扶苏也是异族代理人般的存在，只是碍于父子名分和政治稳定，一直没有痛下杀手。而最终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公元前210年，始皇帝猝然驾崩于沙丘，赵高和李斯伪造诏书，令远在上郡的扶苏自裁。面对假传的遗诏，扶苏选择了服从。据说临死前，他叹息：“我果然不被父皇所容。”也许此刻，他已然明白自己的出身始终是无法摆脱的原罪，因此毫不犹豫地以死谢罪。至此，嬴政身边最后一位带有六国背景的至亲，他的长子扶苏也离开了人世。纵观始皇一生，他的父亲、祖母、弟弟、母亲、舅舅、妻子、儿子，凡与六国有瓜葛者，无一人得以善终，或早夭暴毙，或狼丧入狱，或横死刀兵，或被逼自杀。这一连串宫廷悲剧的背后，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波动，驱使嬴政不断与自己的血亲决裂，为了皇权和统一大业清除一切隐患。当历史的硝烟散尽，我们再回望秦始皇的一生，会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真相。嬴政这位千古一帝，终其一生所进行的最艰苦卓绝的战争，不仅是在外统一六国，更是在内清理自家宫廷中的六国势力。他真正的对手，不是那些称王称帝的敌国君主，而是潜伏在他身边由至亲构成的多国代理人政治联盟。李博士30年的抽丝剥茧，让我们看清了这一点。秦王朝之所以能最终横扫六合，扫平诸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嬴政亲手斩断了那些盘踞于秦国朝堂内部的列国瓜葛。战国末年，各诸侯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频繁的联姻使王室间关系盘根错节，往往前朝结亲，后院起火。正因如此，战国纵横捭阖，但很长一段时间，各国君主对战争有所保留，他们顾忌亲戚情面，攻伐有余而灭国不足。嬴政看透了这个弊端，他在位期间大力铲除外戚势力，冷酷地将亲情排除在权力和战争之外。随着赵姬、成角、吕不韦、昌平君、楚人皇后一一淡出或被清除，秦国统治集团内部再无六国贵族的牵制，正是贵族外戚的彻底清洗，扫清了秦国发动灭国之战的最后障碍。在亲情与帝业的天平上，嬴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一系列皇室秘闻在司马迁的史书中成为难解之谜，在地底尘封2000年的竹简青铜中留下些许痕迹，终于被今人重新发现。通过李博士别出心裁的推理解读，我们庞佛看见了嬴政那铁血面具下隐隐跳动的人性，有少时稚子的惶恐与怨恨，有青年君王对至亲背叛的伤痛与决绝，也有壮年帝王为一统天下不惜六亲不认的冷峻与坚毅。这是一条帝王的心路，也是一个凡人的挣扎。秦始皇最终赢得了对外的战争，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帝国。然而，在那辉煌背后，他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击垮六国亲人的联盟，成为真正形单影只的孤家寡人。或许直到生命最后，他都未能享受普通人天伦之乐的一刻安宁。当我们再问秦始皇究竟在与谁作战，答案早已跃然纸上。他一生中最大的敌人不是别国的虎狼之师，而是来自身边至亲所构成的阴影。同是操戈的隐秘战场上，嬴政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抉择，也正因此铸就了他冷峻狠绝、刚毅多疑的历史形象。历史有时就隐藏在这样的细节与谜团中。当刀光剑影的朝堂斗争与血浓于水的亲情交织在一起，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真实也更复杂的秦始皇。他不再只是铜雕石刻中威严不可一世的千古一帝，也是一个曾被命运捉弄、被亲人背叛，最终选择与命运抗争到底的血肉之躯。透过层层考据和推理，
我们终于得以一窥秦始皇的真面目，那是一个与六国决战于疆场，更与六亲决战于宫闱的战士。正因有此番内外苦斗，他才能扫平六合，奠定皇权，也因此背负骂名，孑然一身，是非成败转头空。然而后人评说功过的同时，也许会对这个决绝而孤独的帝王多一分理解。当漫长的历史帷幕落下，嬴政留下的身影依然高大，但在他身后，那些暗战的伤痕与血泪也清晰可见。秦始皇一生真正的战场就在他的身边，在他的心中。在统一天下之前，他先统一了自己的家庭，以冷酷手段平息了家族内部的诸侯代理人联盟，这或许才是他一统中国的隐秘前提和代价。